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各生归途》故事解说。苏念远赴瑞典出差的前一夜，屋内灯火静谧，无人察觉的暗处，丈夫陈默悄悄换掉了她常备的避孕药，将药片换成了9块9一瓶的普通叶酸。他动作轻缓，神色平静，做完一切便悄然退开，不动声色地埋下了一场为期6个月的婚姻验证。苏念低头收拾行李，随口叮嘱他帮忙核对。陈默俯身细细检查，轻声告知他护照、签证、工作证明都已收纳妥当，无一遗漏。他望着规整的行李箱，轻声叹气。此次外派长达半年，是公司点名安排，推脱不得。陈默静静听着，面上温顺包容，心底却早已生满疑虑。3天前，他无意间瞥见苏念的手机弹窗，一条温柔缱绻的消息赫然入目：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很美，等你过来。他早已查清，消息来自苏念公司瑞典分部的副总裁艾瑞克林伯格，41岁，离异单身。去年9月，艾瑞来华出差，年会合影里，对方的手肆意搭在苏念腰间，举止亲密，远超普通上下级分寸。早点休息，明天7点半的航班，要提前出发。陈默收敛所有心绪，温声叮嘱。他看着眼前疏离客气的妻子，心底满是唏嘘。3年婚姻，两人早已褪去昔日亲密，如今哪怕他指尖轻触，苏念都会下意识躲闪，刻意拉开距离。过往的异常节点在他脑海中逐一浮现，清晰的刺眼。去年8月，他频繁以加班为由深夜晚归。10月，悄悄更换手机锁屏密码，隔绝了所有私人世界。12月，首次借出差彻夜不归，打破多年相处常态。今年2月，他主动申请长期外派瑞典，一步步抽离了这段婚姻。换药是陈默最后的冷静试探，他从未想过刻意陷害，只为求证真心。若苏念恪守婚姻底线，这半年的叶酸便只是无害的维生素，无人受损，婚姻如常。可一旦他心生背离，背叛家庭，这粒小小的药片便会撕开所有伪装与谎言。凌晨2点，苏念的手机短暂亮起，陈默克制住了窥探的冲动。无谓的追问与窥探毫无意义，他早已做好所有准备，不争吵，不跟踪，不查岗，只静待结局。他甚至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，房产、车辆、存款分割全部依照苏念曾经的意愿拟定，公平坦荡，互不偏颇。助理赵磊看着这份过度大度的协议，满心不解，询问他为何不为自己多争取权益。陈默神色淡然，钱财从不是他的执念，他早已打定主意，离婚后房产归苏念，车辆自留，共同存款对半分割，两不相欠。赵磊同步了最新调查结果，去年艾瑞在华停留3个月，行程轨迹3次与苏念的出差轨迹完全重合。面对确凿线索，陈默拒绝查看详细记录，多余的佐证已然无用。6个月的婚姻倒计时自此正式开启。苏念远赴瑞典后，陈默开始复盘这段3年婚姻。在外人眼中，32岁的他只是个居家接稿的普通翻译，清闲平庸，收入微薄。苏念的家人、亲友乃至朝夕相伴的妻子皆是这般认知，他们只见他买菜做饭，居家待命，却无人知晓他藏在书房后的真实人生。那间无人踏足的书房，藏着业内顶尖的实力。陈默是清华网络安全硕士，国内排名前10的独立安全顾问，手握多项涉密项目，合作方涵盖多家500强企业与上市公司，年收入远超常人想象。这份耀眼的事业，他隐瞒了整整5年，只为贴合苏念偏爱安稳平淡的期许。3年来，他刻意压缩工作，只在苏念上班时处理事务，等他归家便收敛所有锋芒，做一个温柔顾家的丈夫。苏念从未好奇过他的工作，从未过问他的收入，理所当然的轻视，忽略他的付出。离婚协议中，他主动放弃房产份额，只保留婚前个人资产与专属账户积蓄，无人知晓这笔财富的体量。赵磊为他倍感不值，这套房子首付他承担过半，如今却甘愿净身出户。陈默心意已决，他还留着最后一丝余地。若这场试探证明是自己多疑，他便悄悄换回药片，道歉释怀，继续相守。若背叛属实，这份协议便是这段婚姻的终章。他忽然想起3年前，苏念曾说想养一只小狗，后来以忙碌为由作罢。原来这段婚姻亦是如此，始于满心期许，终于敷衍疏离，温情早已被日复一日的漠视消耗殆尽。不久后，苏念的岳阳视频打了过来，镜头里的她妆容精致，轻声诉说时差难挨，一切安好。陈默温声叮嘱她按时吃饭，寥寥数语便陷入沉默。曾经能絮絮叨叨聊满1小时的家常，如今只剩客套疏离的3言2语。通话间隙，陈默敏锐捕捉到破绽，平静询问他身边是否有人。苏念立刻否认，
语气坦荡无波。陈默顺势提起他的随身药物，谎称只是核对行李物品，并未细看细节，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。两种药片外观几乎一致，唯有细微刻痕不同，不仔细对比根本无从分辨。挂断前，镜头轻微晃动，陈默清晰看见茶几上摆放着2个水杯。他没有追问，不再纠结细碎疑点，所有答案终将在时间里揭晓。他始终坚守底线，从未在苏念的设备上安装任何监控，所有线索均来自公开可查的信息。苏念的闺蜜方玲并未参与瑞典项目，却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角落露出一封收件人为艾瑞的邮件，主题清晰标注着晚餐安排、私人晚餐事宜，跨越层级分享给闺蜜，其中暧昧不言而喻，也再次印证了陈默的猜测。与此同时，华盛集团的周远航托人接洽，开出800万高价，邀请陈默接手集团安全系统升级项目。如此天价邀约，陈默毫不犹豫直接拒绝。赵雷满心惋惜，直言他为了贴合苏念的期许，隐藏锋芒3年，白白辜负了顶级天赋与机遇。昔日苏念一句不惜你太过忙碌，他便压缩事业规模；一句网安行业风险太高，他便对外闭口不谈主业。3年隐忍换来的不是珍惜，而是苏家全员的轻视。苏母时常嫌弃他收入微薄，小舅子苏杰更是四处嘲讽他吃软饭无本事。面对惋惜，陈默只淡然回应自己当下无心深耕事业，与旁人无关。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打破，苏母主动来电，以苏杰资金周转困难为由，强行要求陈默借出15万应急。陈默当即拒绝，直言上月刚借出8万，至今分文未还，手头并无富裕。苏母蛮横不讲理，勒令他动用苏念放在家中的工资卡转账，甚至直接敲定下午让苏杰上门取钱。说完便挂断电话。午后苏杰登门，态度嚣张跋扈，得知被拒后当场翻脸，指责陈默不近人情，辜负在外辛苦打拼的姐姐。陈默不再忍让，要求他先还清8万欠款。苏杰嗤之以鼻，嘲讽他小题大做，吃软饭还摆架子。陈默冷静罗列3年来苏杰累计31万4千元的借款记录，每一笔都有转账凭证。苏杰理屈词穷，依旧强词夺理。陈默懒得纠缠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打发走苏杰。陈默望着电脑里尘封的顶级项目资料，心中只剩释然。3年隐忍付出，换来的是全员轻视，无尽索取，婚姻疏离，所有温情早已消磨殆尽。苏念出国2个月，婚姻的裂痕愈发清晰。苏母再度上门指责，随口抛出一句诛心之语：念念跟我说，跟你过日子，满心都是疲惫，一点趣味都没有。陈默身形微顿，转瞬便彻底看淡。他不再纠结过往对错，开始备份5年所有项目资料，清理电脑工作痕迹，默默做好了彻底离场的准备。4个月后，他要彻底搬离这栋装满虚假温情的房子，斩断所有过往羁绊。第3个月，两人的通话愈发仓促敷衍，苏念次次以工作繁忙为由快速挂断。陈默不再刻意观察镜头细节，不再推敲他的言辞，因为确凿的证据已然到来。赵磊通过公开房产信息查到，艾瑞位于斯德哥尔摩 S2 区的公寓，距苏念办公地点仅12分钟步行路程，且3个月前新增一张住户出入卡，申请人缩写恰好是 SN 苏念的拼音首字母。所有侥幸彻底破灭，陈默心中无怒无恨，只剩极致平静。此前的双倍疑点、暧昧私信、刻意外派，全部串联成完整的背叛链条。方玲朋友圈的放弃错爱文案，搭配苏念的点赞互动，更是为这段变质的婚姻画上了清晰的句号。自知理亏的苏杰带着酒水上门道歉，试图缓和关系。陈默态度冷淡，只索要苏念留在他手中的备用家门钥匙。苏杰不甘交出，临走前依旧吐槽他心胸狭隘，逼得姐姐心生疲惫。陈默全然不在意，他早已不需要6个月的验证期，所有真相已然大白。他当即让赵磊物色新住处，敲定当月月底搬家，提前终结这段虚假婚姻。搬家那日，他的行李极简，只有2个行李箱和1台工作电脑，唯独带走了自用10年的旧菜刀。苏念的所有物品，两人的结婚照，他赠予的礼物，全部原样留存。面对邻居的疑问，他只淡淡一笑，不予解释。迁入城东新居后，陈默彻底拉黑苏念所有联系方式，仅保留方玲账号作为间接线索。与此同时，他打破3年束缚，重新对接顶级资源，接手800万的华盛集团项目，1周内连签3单，总报价突破1200万。他顶尖的专业能力惊艳了华盛集团。周远航亲自邀约他出任集团技术合伙人，承诺给予5%的集团股份，市场估值高达3亿。面对天价机遇，陈默冷静自持，只说需要时间考量。不久后，
方林删除了此前的朋友圈文案，账号停止更新。陈默心知这是对方刻意掩盖痕迹的慌乱之举。赵磊同步重磅消息，方林全程知晓苏念在瑞典的所有越界行为，且3周前，艾瑞的公寓有一笔公开采购记录，赫然包含一张全新婴儿床，时间线完美闭环。4个月前他替换叶酸，4个月后对方采购婴儿床，所有猜测彻底坐实。与此同时，苏念申请将6个月外派延期至1年，试图长久滞留海外。赵磊询问是否需要即刻解除离婚协议，陈默短暂思索后暂缓动作。他早已预判结局，海外项目第2阶段名单中并无苏念，他最终只有按期回国，主动辞职2条路。除此之外，他决定公开回归行业事业，下月独自出席上海全国网络安全行业峰会。他不再做幕后隐形人，要让所有轻视他的人看清他的真实高度。峰会前夕，华盛集团为留住他，将股份比例提升至8%，估值飙升至4.8亿。峰会现场，100亿资本合伙人主动抛来投资邀约，争相结识这位低调的行业大佬。最关键的证据也随之落地。赵磊拿到清晰照片，方林遮挡身形的身后，苏念腹部微微隆起，孕态明显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物证，所有线索闭环，再无半点争议。站在上海的高楼之巅，望着满城灯火，陈默感慨万千。3年婚姻的细碎过往，隐忍委屈，无声付出，都将落幕。不久后，公司通知下达，苏念的延期申请被驳回，回国航班定在外派期满当月16号。赵磊询问后续安排，陈默态度淡然，他早已搬离老宅，更换手机号，切断所有交集，只叮嘱赵磊切勿泄露自己的近况。他清晰盘点自身资产、婚前财产、个人项目收益、专利授权费、集团股份，所有身家皆与苏念无关，远超那套他主动放弃的100万房产。苏念始终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平庸廉价的居家翻译，却不知自己亲手轻视推开的是一个站在行业顶端、身价不菲的顶尖人才。苏念回国当日，陈默正坐振兴办公室，带领专属团队稳步推进项目。赵磊实时同步动态。苏念回到空无一人的老宅，发现人去楼空，数十通电话全是关机提示，微信无法添加，彻底失联。走投无路的苏念找到赵磊的律所，拿到定稿的离婚协议，当场崩溃落泪，坚决拒绝离婚，反复追问是否存在误会。赵磊遵照嘱托，平静转告一句：祝你和艾瑞幸福。短短一句话击溃了苏念所有伪装，他慌乱辩解，极力否认，失态的模样早已印证一切。风波未平，苏家3口直接冲到陈默新公司闹事，苏母当众哭诉陈默无情无义，苏杰颠倒黑白，指责他婚内变心，辜负妻子。面对无理闹剧，陈默不再隐忍，当众反问苏杰是否知晓苏念在瑞典的所作所为，是否见过他隆起的腹部，随后放出真实可查的孕态照片，击碎所有谎言。苏家众人叫嚣照片造假之际，华盛集团工作人员当场揭露陈默的真实身份：集团核心技术合伙人，业内顶尖安全顾问。这一刻，苏家3人彻底僵在原地，颜面尽失，哑口无言。3年来，他们嘲讽、压榨、轻视的软饭丈夫，竟是遥不可及的行业大佬。巨大的落差让众人无地自容，狼狈离场。事后，苏念多方托人求情，想要当面解释，挽回婚姻。陈默态度坚决，拒绝所有私下面谈，只要求他签署离婚协议。见他执意拖延抵赖，陈默正式启动诉讼离婚流程。苏父亲自登门求情，坦言女儿是被艾瑞纠缠，实属身不由己，悔恨当年轻视陈默，恳请再给一次机会。不久后，苏念亲自来到公司，扣紧外套遮掩身形，极力辩解自己与艾瑞只是上下级，所谓纠葛皆是谣言。陈默层层拆穿他的谎言，从瑞典公寓4月居住记录到致命的婴儿床采购凭证，铁证面前，苏念彻底崩溃，哭诉只是一次酒后失误，事后已然断绝联系。失误，陈默冷静推算时间线，精准指出他受孕时间恰是抵达瑞典第40天。所谓的偶然失误，根本是蓄谋已久的背叛。苏念骤然惊醒，猛然质问他换掉避孕药，刻意设局试探自己。陈默坦然承认，语气冰冷坦荡：我从未逼你犯错，只是提前求证。若你坚守忠诚，叶酸无害，婚姻如常，是你的选择，亲手毁了一切。苏念崩溃，怒斥他残忍偏执，用极端手段试探人心。陈默反问他在海外逾越底线，背弃婚姻之时，可曾想过残忍2字？一次越界，足以摧毁3年所有信任，无需多余辩解。苏念依旧拒签协议，死守破碎的婚姻。
陈默不再妥协，明确告知将通过诉讼彻底了结。面对他质问的3年情谊，陈默终于道出积压3年的委屈。3年婚姻，他从未了解过真实的他，从未体谅过他的隐忍，任由家人践踏他的尊严，最终亲手背叛真心待他的人。爱意耗尽，只剩满目荒芜。苏念失魂落魄离去，在公司大厅静坐半小时，泪流满面。赵磊询问心境，陈默只剩全然平静，随即着手整理诉讼材料，证据链完整闭环，胜诉毫无悬念。他甚至拒绝了补充亲子鉴定的提议，心底早已笃定，无需自证清白。褪去婚姻枷锁，陈默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。他主导的安全体系跻身行业第一梯队，华盛集团估值翻倍，他手中股份估值逼近10亿，更是斩获年度技术贡献奖，受邀进京领奖。此时的苏念已然做完产检，胎儿发育健康，正犹豫是否留存。面对消息，陈默淡漠回应，对方的抉择与自己再无半点关联。苏母再度登门道歉，为过往的偏见与刻薄致歉，只求挽回婚姻。陈默只问一句：苏杰的31万欠款是否还清？得知依旧拖欠后，他淡然告知恩怨清零，婚姻无解。穷途末路的苏念竟反向提起反诉，以私自换药为由，控诉陈默侵犯其身体自主权，索要精神赔偿，试图平分婚姻过错。赵磊提醒此举存在法律风险，陈默全然不惧。他早已主动放弃大额房产权益，且手握完整证据，足以推翻所有无理诉求。他更是手握终极证据，彻底击碎他酒后偶然失误的谎言。艾瑞来华出差前，便与苏念暗通款曲，年会合影，专程奔赴他的出差城市，策划引导他外派瑞典。一切都是刻意策划，绝非偶然。此前隐瞒，只为留最后体面。如今对方执意纠缠，他不再退让。北京峰会盛大启幕，600余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，主持人当众揭晓陈默的辉煌履历：清华硕士，业内前10独立顾问，5年完成40余项高端项目，为客户挽回20亿损失。台下苏念的直属上司林正满脸震惊，他常年听苏念贬低丈夫平庸无为，如今才知晓，那个常年坐在年会角落无人问津的普通人，竟是行业顶尖大佬。巨大的反差让他面色惨白，无地自容。会后主动躬身攀谈，却只换来陈默的淡然疏离。此事迅速传回公司，苏念颜面尽失，深知纠纷曝光后职业生涯将彻底终结，连忙撤销反诉，却依旧拒签离婚协议，试图拖延时间。法院最终敲定4月12号正式开庭。开庭当日，细雨淅沥，陈默恍惚忆起3年前的婚礼，也是这般雨天。彼时苏念坦言不求富贵，只求相守，真挚告白犹在耳畔，如今只剩物是人非。庭审现场，陈默当庭陈述诉求：苏念婚内存在长期不正当关系，怀有他人子嗣，夫妻感情彻底破裂，请求判决离婚，且自愿放弃婚后房产，仅保留个人婚前财产。苏念当庭抗辩，声称感情未彻底破裂，且自己身处孕期，请求驳回诉求，反指陈默换药试探，猜忌成性，是婚姻破碎的根源。陈默当庭提交完整证据链：艾瑞的暧昧社交动态，重合的出差行程，瑞典公寓长期居住记录，孕态实拍照片，层层佐证他的长期越界行为绝非一时失误。铁证面前，苏念依旧哭诉狡辩，指责陈默婚前便布局算计，从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陈默坦然回应，换药之前，他的暧昧私信、更换密码、长期晚归、主动外派等异常早已层层叠加，他只是用无害的方式求证真相，从未想过毁掉任何人。休庭调解期间，苏念主动提出庭外和解，同意按原方案离婚，唯一要求是陈默为换药行为当面道歉。陈默坦然应允，无谓纠缠，只求彻底了结。离婚后，陈默迁入140平全款新居，屋内陈设极简，空旷清静。赵磊感慨他身价亿万却不懂享受，陈默淡然作答：从前为家人迁就布置，如今孤身一人，无需繁琐装饰。卸下3年伪装枷锁，他只觉一身轻松。后续消息陆续传来，苏念选择留下孩子，辞去国内工作，远赴瑞典投奔艾瑞，试图开启新生活。得知一切，陈默心中无恨无憾，只剩疏离淡然，彻底放下了所有过往。他全心深耕事业，创办盾安科技，专注中小企业信息安全解决方案，4年营收便突破2亿。除却华盛集团股份，他持有盾安科技42%的股份。33岁便坐拥超20亿资产，成为行业新锐。他依旧低调内敛，不张扬，不浮夸，稳步深耕所爱领域。面对苏杰分期偿还欠款的请求，
陈默坦然应允，免去所有利息。历经世事，他早已放下旧日恩怨，不再计较过往亏欠。孩子顺利降生，是一名混血女孩。远在瑞典的苏念发来致歉消息，坦言一切安好，为过往过错忏悔。陈默未曾回复，彻底斩断所有牵绊。4年后，两人偶然偶遇。苏念独自带女儿回国，模样憔悴，境遇落魄。他坦言早已与艾瑞分手，对方只支付抚养费，从未陪伴。独自带娃的日子满是困顿，真诚为当年的过错致歉。陈默心境平和，坦然接受致歉，心底却再无波澜。短暂寒暄后，苏念带着孩子默默离去，彻底退出了他的人生。又过1年，某个晴朗冬夜，36岁的陈默彻底与过往和解。他是顿安科技创始人，华盛集团终身股东，年度技术大奖得主，可控资产突破30亿，依旧单身独处。他收养了一只乖巧小猫，取名默默，像极了曾经内敛自持的自己。他再也不会习惯性做2人份的饭菜，彻底告别了迁就他人、委屈自我的过往。公司 C 轮融资落地，估值突破50亿，事业登顶新峰。回望来路，陈默满心通透，世人皆艳羡他如今的身家与荣光，却无人知晓，多年前那一笔仅23元的叶酸，是他此生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。他帮他看清人心，斩断错付，挣脱枷锁，最终完成了最彻底的自我救赎，活成了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的模样。